制度视人为私人财产，剥夺基本人权，曾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世界各地。但是有一条贸易路线以其国际规模与深远影响而闻名。大西洋奴隶贸易始于15世纪末，直至19世纪中期结束，横跨3个大陆，强行将超1000万非洲人运往美洲。因此，它不仅对这些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造成影响，更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与历史造成巨大影响。数百年前，欧洲和非洲就通过地中海地区有了交流，但是大西洋奴隶贸易却始于15世纪末，通过在葡萄牙所属的西非殖民地以及西班牙稍后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而开始的。新殖民地种植甘蔗、烟草、棉花都需要大量的劳力，然而新殖民地的移民和契约佣工不足以开发整个新大陆。美洲原住民被奴役了，但是很多人死于新型疾病，也有一部分人成功反抗了奴役。于是，为了满足劳作力的巨大需求，欧洲人开始觊觎非洲。在数世纪以前，非洲奴隶制便以各种形式出现了。一些奴隶是契约制的，有契约期限和赎身的机会；其他的则更像欧洲的农奴。在一些社会体制中，奴隶能成为主人家庭的一部分，可以拥有土地，甚至获得权利。但当白人船长带来工业品、武器和朗姆酒来交换奴隶时，非洲的国王与商人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人民。他们不认为自己在出售同胞，而是出售罪犯、欠债者或者敌对部落的战犯。国王通过出售奴隶来增强国力，使他们有能力与邻国的敌人对抗。非洲国家通过奴隶交易变得繁荣昌盛，但是欧洲巨大的奴隶需求为非洲国家带来了竞争。奴役取代了其他刑罚，掠夺奴隶成为战争原因而非结果。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奴隶掠夺的侵扰，非洲各王国需要欧洲的武器，而他们通过奴隶来交换武器。因此，奴隶交易也成了一场武器竞争，改变了整个非洲的社会秩序与经济。但是对奴隶来说，他们面对的是无法想象的残酷。奴隶抵达海岸边的交易站后，为了预防跳蚤，于是被剃了光头，还打上了烙印，装上船送去美洲。他们中约20%的人再也没能见到陆地。那时的船长都希望节约空间，所以将尽可能多的人塞在甲板下。不卫生的环境使奴隶染病死亡，其他的则由于疾病被抛入大海。或者为了杀鸡儆猴，船长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会割下奴隶的耳朵作为购买凭证。一些俘虏会自决生死。许多非洲内陆居民从未见过白人，认为白人是食人魔，不停地带走居民，并且回来索要更多。非洲居民害怕被吃掉，或者只是不想继续受折磨，很多人选择了自杀或者绝食。他们相信死后能魂归故土。活下来的那些则完全失去了人权，像货物一样被对待。女性和孩子被留在甲板上，让船员欺凌。男人则被要求表演舞蹈，这样可以使奴隶活动身体，也可以抑制奴隶的反抗。这些非洲居民到达新大陆以后的遭遇，以及奴隶制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他们的后代的影响，至今都广为人知。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大西洋奴隶交易如何影响了非洲的未来。非洲大陆不仅失去了数千万青壮年，而且由于大部分被带走的奴隶为男性，人口结构上的长期影响更为严重。等美洲与欧洲最终禁止了奴隶交易后，曾经由于奴隶交易而发达的非洲国家垮了，变得易于被征服及殖民。直至今日，愈演愈烈的竞争及欧洲武器的流入依然是非洲大陆上战争与动荡的根源。大西洋奴隶交易同时促进了种族歧视的发展。在非洲，奴隶制的存在无非是由于法律惩罚或者是部落战争，但是鼓吹普世宗教的欧洲人早就禁止奴役同为天主教徒的人，所以需要一个正当理由来奴役非洲人。欧洲人喊着人人平等的口号，做出了显然非常不公的事情。他们声称非洲人生来就比自己低贱，所以注定被奴役。欧洲人竭尽全力地证明该理论。这样，
欧洲与美洲的奴隶制就建立在了种族歧视的基础上，使得这些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都不可能在社会上获得平等的地位。鉴于以上原因，大西洋奴隶交易是一种大规模的不公行为，它的影响在奴隶制被废除后依然延续。了解历史，让我们有机会从过去吸取教训，以至于不会重蹈覆辙。观看这段视频，探索那些使希特勒在民主国家中崛起掌权的情况。